对安排对安排。俺们一家去哈尔滨了，这哈尔滨之行改变了我们一生。首先出发的头一天，我就告诉大胖媳妇，我说你收拾行李要去哈尔滨。结果不知道为啥，过了几个小时，这个地名在他脑子里头就变异了，哈尔滨被他记成了普洱茶，他就上网搜，以为我们要去云南，行李也是按照彩云之南收拾的。到哈尔滨出了机场，大胖媳妇说云南挺冷啊，我说是，现在-26度。然后我们要去冰雪大世界嘛，他带的呢是背心裤衩。我说那现在也没办法了，你现在就下楼，看能逮着谁。果然借件衣服吧。好在呢，大胖媳妇优点不多，嘴甜算一个，还真东拼西凑借着一身。临进场还买到了他梦寐以求的 Army Coat。到了冰雪世界里玩的非常嗨。我说你一个加拿大人，你没见过冰雕吗？他说但是我们的冰雕不飞眼。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总统山。大胖媳妇问我，哎，这个林肯怎么长得有点像《乡村爱情》里的刘能呢？我要看这个人，为啥呀？我要看刘能。看就看，你以为你妈不认识他呢？你妈在东北有人儿。哎呀，能哥。哎，我以为你今天能在这个冰雪世界呢，没看着你，你咋这么忙呢？我呀，今天没去上，有点事儿。那什么，晚上我请你们吃饭啊！明天你也别走，完我找人，我安排你们啊。哎，好对安排对安排。然后我就纳闷，我寻思右边这人是谁呢？大胖媳妇说像你旁边站的人。我一看，这不宋晓峰吗？呀，小峰老师呀！哎呀妈呀，在这儿都遇着你，这是我大胖媳妇，这是小峰。你好，小芳，你好。哎呀，这个就是我妹夫啊。小峰老师二话没说送大胖媳妇一个伴手礼，他以为这外国人不懂，结果被大胖媳妇转手就扣回去了。哎呀，这个绿帽看来球员给我的绿帽还适合我戴。绿帽子还帅，必须的，咔咔的。对。就这一个必须的和安排，咱也不知道为啥就改变了他的一生。平时让他学汉语贼费劲，遇着这俩词儿来劲了。昨天晚上我们回铁岭了，当晚就非要把这俩词儿用上。吃烤串的时候，人家俺家别人都进去了，他在门口自己练。必须的。今儿早上去早市又练上了。蛋黄怎么卖？40块。哎，40块。安排一个，安排。啥叫安排呀？啥叫安排呀？不是，别挨着你拿不了。完了，我老公，我的大胖媳妇，我的大花瓶子失业了。他现在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胖媳妇。你看那造型，肚里好像穿了仨哪吒，可富态了。哎，角色转换的特别快，都已经开始管我要包了。咋回事呢？跟你们捋一下子啊。我这不是10月中旬回来的吗？当时孩子还在上学，我老公还在上班。我寻思我怀了孕就不带孩子折腾了，我就自己回来的。然后我走了以后呢，天也冷了，英国的情况越来越不好，然后学校陆续就开始停课，我老公这工作就只能从全职换成了兼职。然后快到圣诞节的时候呢，英国这个形势转变的就有点陡峭，你还记着不？完他俩呢是老早以前就买好了去加拿大的机票，就每年都去那儿过圣诞嘛。完我大胖媳妇问我说去不去呢？今年没有你感觉加拿大显得有点寡淡。我说加拿大已经寡淡好几百年了，说的就像要不然有过啥盛世似的。但说正经的呢，你说当时英国的情况那么紧张，如果说这一个漫长的冬天大伙儿都得搁家猫着，那还不如让他和亲人一块猫着，对不？要不然就这爷俩在家里头过着凄惨的圣诞，外边飘着雪花，整的跟杨白劳和喜儿似的，多可怜呢！孩子本来妈妈就不在身边。我说要我看要不就去吧，孩子需要陪伴，咱就做好防护呗，带好消毒水，套好垃圾袋。完他俩就登上了从伦敦去温哥华的这飞机，结果上了飞机，飞机上就播报了身后的希斯罗机场全面停航的消息，就是英国的情况突然间爆发嘛，所以就是连去欧洲的那些小航班就都取消了，他俩坐上了从伦敦到加拿大的最后一趟航班。哎，当时那感觉哈，就是有点像泰坦尼克号里，就他们把这个螺丝撂小白船上了，完小白船往下摇，完他就回头看这个大白船的那个感觉，就可悲壮了。飞机的滑轮冲一冲，再望一次大本钟。飞机的绑儿摇一摇，再看一眼伦敦桥。我当时真是挺庆幸他俩去了加拿大，毕竟这个地方它的特点是雄密人稀嘛，就相对能安全一点。但是呢，年假快休完了，我老公他这个大 boss 就给他打电话了，问他什么时候回来。他的大 boss 是个女的，叫犹大。但是我当时真是特别不想让他俩回英国，因为我查我们家住的那个地方哈，感染率是英国前3，就预估感染率49.32%，那不就俩人中有一个得的吗？然后我手机都接着那种短信，就是人不够车不够，没事不要打急救电话，就大概那感觉就是你生孩子你这人要点强，自己在家里浴盆里看能不能使劲得了。而且我女儿的学校已经全面停课了，都不知道啥时候能复课。关键是就这种感染率，它复课了，你是不是也不敢送？你不送的话，你跟一个4岁的孩子在一个屋，你这班到底能怎么上？我老公说那就只能说找人帮忙，雇人帮忙。我说你雇谁呀？他给我发了一个网站链接。
我一打开那网站首页，高性价比小管家，一看一排金发碧眼的波兰俄罗斯小管家，我的妈，要算计我！到时候你说我在这块累得要死要活的，人家家搁那边，爸爸喝着伏特加，管家吃着烤地瓜，彩铃累成哈拉少，孩儿管红肠叫亲妈。哎呀妈，我一寻思，我都恨不得给自己哭一场。然后我就给我这大胖媳妇打气儿嘛，我说你呀，就消停在加拿大待着，完你跟你的老板好好解释一下你的情况，她也是妈妈，她应该能理解。你就说你媳妇儿啊，现在在中国回不去，马上要甩子了，你说真要上了飞机再甩天上咋整？完你现在一个人带着孩子，你回了伦敦你也没法真正工作。我大胖媳妇儿，哎呀，这性格就是孬，不敢说。我说你还怕的是啥呢？你也是嫁到了我们石油世家的人，你也是踩着万亩油田上的我的宠妃，就这点刚都没有。然后大胖媳妇第二天终于说的鼓起勇气给他这老板犹大打了个电话，结果让犹大给训了一顿。要不然你就现在回来继续工作，要不然你就别要这工作。我不想听任何客观理由，你为你自己未来考虑一下。我大胖媳妇告我的时候，哎呀，这是一脸委屈，梨花带雨的。哎呀，我说我不说，你非得让我说，挨说了。我当时呀，一股保护欲爆棚，我说你给我闭去！亏心的人儿怕雷劈，痛风的袋鼠怕拳击，东北的人儿最怕啥？最怕被人拿话机，拿话机。看你的未来你自己考虑一下，你给我告诉犹大，你的未来他姐姐我兜着，他是犹大，我就是犹大三生三世的姐姐，我是尤三姐，英文名3XL 尤。咱不干了，工资随便扣，委屈不能受，割下一斤伤心肉也要硬control，阴呀硬control。但是吧，现在我的感觉有点是，好像是醒酒后的悔恨，你懂不？就是说时候挺爽，但现在也有点后悔了。这一家4口人就都得是我养活了，养俩孩子我心甘情愿，但这大胖媳妇太上时了。哎，你们知道当一个外国人自以为很了解中国传统文化，向其他外国人讲述七夕的故事，最后讲稀烂是什么效果吗？今天不是七夕吗？我老公跟我视频的时候就跟我说啊，中国情人节快乐。我婆婆就问什么是中国情人节呢？我老公说这个你不懂，这背后是有美丽的传说的，我给你讲讲。因为我老公以前不在中国待过几年嘛，就经常听我们给他解释各种这个节日的缘由啊，美丽的传说呀，就方方面面的就是输出很到位嘛。那他呢就以为自己已经是中国传统文化小旋风，完他就开始跟他妈解释，从前呐有一个男子，他叫 cowboy。我说哎 cowboy 不是牛仔的意思吗？西部牛郎啊。但后来我一想也不算错，就都是遛牛男子。然后他就继续给他妈讲嘛，他说然后这个 cowboy 呢就认识了一个女子，是个裁缝，他俩就相爱了。我听到这我还挺自豪的，我感觉他还是记住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的。我婆婆也非常感兴趣。然后呢？相爱之后发生了什么？我老公说，然后啊，不幸的是，这个 cowboy 就被叫去修长城去了。哎呦，然后过度劳累，就在长城上累死了。织女呢，很想念她的夫君，就跑到了长城上，把长城哭倒了。我婆婆说，哎妈，这织女挺有劲的。我说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听着讲跑偏了呢？你这个版本的织女姓孟吧？那孟姜女哭之前跟牛郎好过这个事儿，范喜良知道吗？我婆婆说，然后呢？我老公信誓旦旦地说，然后啊，为了纪念这个孟织女和牛郎之间凄美的爱情，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大家就会划船，划到湖中央，往湖里扔包子。哎呦我的妈！讲稀烂。然后老公讲完之后，自己也觉得不太自洽，说牛郎去的是长城，长城在内陆，那最后纪念他的时候，怎么跑到湖中央了？这中间是不是错过什么了？我给忘了。我说对，你错过了嘛，就他还有个小姨子叫小青嘛，那小青跟法海斗法的时候把内陆给冲了嘛，最后找精卫填的海，完精卫填海填500年的时候遇着济公了嘛，俩人相爱了，然后冒出吕洞宾横帮竖挡不让嘛，完后来精卫和济公化成蝴蝶飞走了嘛。